截止2023年，中国综合军事实力已稳居世界前三，150万钢铁军队铸就了中国解放军的赫赫威名。但殊不知，在中国解放军强大军事实力的背后，还有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那便是中国的民兵队伍。这是一支有着100年历史的武装队伍，他们曾见证新中国的从无到有，也曾在70年代的西沙海战中大显神威。他们默默无闻守护在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渺小平凡却同样伟大。那么，中国的民兵队伍到底从何而来？他们的实力又有多强悍？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民的革命是从民兵起家的。起初的中国民兵是北伐战争时期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1922年1月，香港爆发海员大罢工浪潮，走上街头的工人们组成纠察队，这便是我国第一支由工人组成的民兵。当时，工人运动的领袖苏兆征就是这支民兵队伍的领导人。1924年8月，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在领导广东、广宁农民起义中建立了第一支由农民组成的民兵队伍。此后，民兵武装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在中共第4次全国人大上，中共中央明确指出，要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农民自卫军视作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于是，在1924至1926年，毛主席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自卫军培养了大批民兵骨干。北伐战争开始后，各地民兵武装有力支援了前线战场，为打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动势力做出了卓越贡献。上海工人先后举行3次武装起义，前2次均以失败告终。1927年3月，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工人纠察队与反动军警浴血奋战30个小时，最终成功解放上海。这是民兵武装首次依靠自身力量将反动势力打倒在地。因此，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愈发重视武装斗争，迫切地希望发展群众武装。此后，中华大地陆续掀起近100次工农武装起义，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发展了群众性的民兵武装赤卫队、少先队。接下来的10年土地革命斗争中，赤卫队、少先队积极配合中共中央的领导，在打退蒋介石的围剿、扩充根据地的斗争中不断壮大。毛主席一直强调，广泛的扩大赤卫队与游击队是进行革命战争胜利极端重要的条件。赤卫队和少先队一度成为红军队伍扩充的主要来源，常常出现整连整营转变为红军部队的情况。鼎盛时期，全国赤卫队、少先队成员多达256万人，是红军数量的6倍。而到了抗战时期，中国工农民兵武装数量更是不知几何。面对日寇，各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以神出鬼没战法与敌人周旋，让日军陷入了中国民兵武装的汪洋大海。8年抗战，数百万民兵、上千万自卫军共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29万多次，歼敌10.6万人。每当有大的战役打响，方圆几百里的民兵队伍就会集体出动，为部队运送粮食、抢救伤员、围剿敌人、打扫战场。仅仅一场淮海战役，以民兵为骨干的之前大军就多达500多万人。战争年代结束后，广大民兵队伍开始投身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成为生产的骨干、改革的尖兵。例如，开展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参加三峡工程建设等一系列国家重点工程。民兵队伍总是冲锋在前，被誉为不穿军装的解放军。1991年，全国大洪水，15个省份发生严重洪涝灾害，1100万民兵立刻肩负起抗洪救灾重任，抢救群众200多万人，挽救物资193万吨。中国的民兵队伍早已成为暗中守护大好河山与亿万民众的又一道防线。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渐渐远离战火，民兵组织的军事色彩渐渐被削弱，更多投身于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民兵战斗力的衰减。70年代的西沙海战就是最好的证明。西沙群岛是中国南海4大群岛之一，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开发、经营的。早在西汉时期，中国渔民就已经开始航行于南海诸岛礁之间，并发现了西沙群岛。然而长期以来，南越当局一直对南海虎视眈眈，趁着中国海军尚未发展壮大，屡屡将侵略之手伸向西沙。至1973年8月底，南沙、西沙共计6个岛屿落入南越之手。9月，南越为抢夺石油资源，再度将10多个岛屿划入己方版图。11月，南越军舰更是蛮横冲撞中国渔船，逼迫中国渔民承认西沙是南越的领土。
1974年1月，中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重申了对南海诸岛礁的主权，并决心派出南海舰队开赴西沙，守卫海疆安全。1月17号，中央军委命令南海舰队立刻派出舰艇远航西沙巡逻，并要求海南军区、广州军区出动民兵队伍，随军舰进驻西沙永乐群岛。这一时期，中国与南越尚未彻底撕破脸皮，中国本着和平谈判、尽量不起战火的原则，因此派出了大量民兵队伍前往西沙，而不是直接出动军队。17号当天，广州军区271、274两艘猎潜艇搭载一个民兵排前往近清、琛航两岛。傍晚时分，两艇抵达永乐群岛海域，发现南越4号、16号驱逐舰正在向中国2艘渔轮挑衅。我方猎潜艇立刻发出警告，要求对方停止侵略活动，撤离中国海域，敌人不得不转向离开。次日上午，南越4号、5号驱逐舰再度侵入甘泉岛附近海域，双方再度出现对峙。一个戴着歪帽子的南越军官用南越语叽里呱啦喊了一大堆，翻译听出来，意思是威胁中国渔轮赶紧离开该海域。我方船员毫不畏惧地驳斥，这里是中国海域，你们必须马上离开。南越军官见吓不到我方，遂命令部队调出舰上的机炮，用手指了指舰上的美式大炮，伸出一个大拇指，又指了指中国渔轮，伸出一个小指头，然后做出一个渔轮下沉的手势。中国渔民依然毫不退缩，沉着地与敌人展开周旋。南越军官恼羞成怒，竟下令军舰撞向渔船，我方渔轮驾驶台瞬间被撞坏。好在我方猎潜艇闻讯赶来，敌人才打出操作失灵的信号，悻悻离去。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开端，不甘心的南越随即调遣了大量军舰奔赴南海，我军也不得不严阵以待，双方围绕西沙海战展开了2天2夜的争斗。最终我军在付出18人牺牲、67人负伤的代价后，击毙敌人100多人，俘虏48人，成功守卫了西沙群岛的安全。整个海战过程中，广大民兵队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民兵们的渔轮和猎潜艇始终没有离开作战区，与海军部队协力对敌，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西沙海战一战打出了中国民兵队伍的赫赫威名。不光如此，在接下来对越南蛙人的防守中，南海区域的民兵武装更是尽显保家卫国强悍本色。1974年西沙失利后，越南人始终怀恨在心，3天2头想要在南海寻衅滋事，并派出了大批蛙人部队前来袭扰挑衅。蛙人被誉为海中幽灵的神秘部队，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普遍信奉着这样一条准则：人就是核武器。因为缺钱缺技术，这些国家只能不断打磨战士的体能和战术，希望以战士们超高的单兵素质去执行某些极端任务。蛙人部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越南的蛙人部队名为海军蛙人特工团，其中的佼佼者为126水上特工团。据悉，126团训练极为苛刻，蛙人们的训练几乎就是在挑战人类极限。该团成员除了要精通水上、水下射击外，还要求一口气在海里求渡至少10公里以上。团里的顶尖战士甚至可以做到48小时不间断求渡。126团全体蛙人还配备了欧洲最顶尖的潜水器材，可以在水下轻松前行1000米以上。这支部队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应对南海局势。越南蛙人部队的存在一度给我国南海海防造成了不小影响，神出鬼没的蛙人让海军部队很是头疼。军舰和大规模部队无法时刻在南海岛礁之间来回巡视，且出动一次成本太高，还不一定能抓到行动灵活的蛙人。于是这项任务就落到了广大民兵队伍头上。民兵队伍数量众多，又熟悉南海各岛礁，可以有效防备蛙人部队的小规模出动和侵袭。后来中国又从俄罗斯专门引进了 DP-64 反蛙人榴弹炮，这种武器可自动探测水下情况，判断目标威胁态势，甚至自动开火。有了 DP-64 榴弹炮的加入，再加上广大民兵队伍不辞劳苦的守卫，南海蛙人祸患总算渐渐平息。中国民兵一直听起来名头平平，但实则发源于中国革命初期，见证了中国革命全过程的一支人民武装力量。战争时期，民兵队伍是正规部队的得力助手；和平年代，民兵们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奔走在社会各类突发情况的一线。站在这一角度，民兵武装同样伟大，同样值得所有国人钦佩。